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谢谢。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，今天谢谢啊。今天穿婚纱来呢，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，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，我想穿着它嫁人，也穿着它骂人啊。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，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，喜欢送给你们啊。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1整年，我过去1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，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，他太松弛了。我每天搞婚礼，搞这个婚纱，搞伴手礼，搞婚鞋，搞7搞8，而他搞不清状况，甚至在婚礼前1个月，他还问我，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，我可不可以婚礼前1天才到？我说你也可以后1天才到。太松弛了，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，他就跟伴郎玩去了。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，怎么整天跟伴郎黏一起？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？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，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。我说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？太裸了，不知道能拿多少票啊？伴郎团就更松弛了，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。最后彩排是所有的伴娘团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。哇！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，因为每个伴娘必须1对1定点帮扶一个伴郎。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？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。太狠了！太夸张了啊！结婚真的很伤感情。结果就知道了啊，婚礼的极限压力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。就你到那一天，因为那个压力之下，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，是个废物。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，我新郎听不太懂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，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？你是外国人，这是理由吗？你都来中国8年了，5岁的话筒中文都比你好。一般我生完气呢，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，我就会迅速的熄火。但那天他越看我越生气，我说看什么看？为什么有色眼镜看我？到了婚礼前夜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，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。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我宽慰我，就说：“姐妹，还来得及。”你可以，我说不可以。你知道我这1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，婚鞋换了多少双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我的宾客牌座搞了多少版，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。这个婚必须结。哪怕今天结了，明天离。我的婚姻可以失败，但我的婚礼不可以。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，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。然后我的伴娘说：“可是你值得更好的。”我说：“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1次婚礼了。”然后我伴娘说：“可是。”说明你这么说，说明你还爱他。我说：“哎呦，爱不爱的，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来都来了。这个婚他在劫难逃。”当然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更拉的还有我爸。在我们那个仪式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，全体宾客泪洒现场。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。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：“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。”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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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，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。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，没抓住。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，那一下止住了。仪式结束之后，我就问我爸，我说爸，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？到底是谁的电话？然后我爸说啊，没啥，一个诈骗电话。我说爸，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，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。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，非得当时去完成？哎，等我结完婚，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！哎，这是我的婚礼耶，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。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啊，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。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：“哎，小陆，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，可以推荐给我吗？”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。我说：“你去问新郎吧，这是他弄的。”我朋友说：“哇，你好幸福啊！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？”我发现啊，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，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，新郎事不关己。为啥？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，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，谁向往谁买单嘛，对吧？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，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。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？都可以幻想起来呀，对吧？哪个男孩不向往着一场披荆斩棘、酷炫逆天的婚礼？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，踩着你最帅的 AJ，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，突突突突突的入场，单手空气投篮，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，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。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，你邪魅一笑，振臂一挥，伴郎团的 Seven、迪迦、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，问你相信光棍吗？全体宾客下跪，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谢谢，我是小陆啊。我最近呢结了很多婚，跟同一个人啊。我第一场婚礼呢是在北京办的，第2场呢是在我云南老家。哎，我老公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，他家里人是第一次去云南啊。一到我们那个小县城呢，我婆婆就问我说：“小陆，云南婚礼有什么 dress code？” 我说啊，你就 dress 到不觉得 cold， 也别 dress 的太 hot。婚礼没有穿搭要求，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文化震撼了。但他们最震撼的还是我老乡吃席的速度太快了。为了保证婚礼的体面完成啊，我都提前算好了，一定要到仪式的最后再发筷子。但那天我一进场就看到有人已经吃起来了。没错，老乡自己带了筷子。啊，大意了，光想着晚点发筷子，怎么不想着晚点上菜呢？我要是晚点上菜，他们不就自己带菜了吗？他们吃席真的是太快了，我还在台上念誓词呢，已经有人掏出塑料袋开始打包了。我在那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老乡不管大虾还是猪肘。我说一生一世永相守，老乡说能带走的都带走。是谁说的老家的人生活节奏慢的？这不挺快的吗？我公婆哪见过这场面啊？一看都没有人听我们说话。我婆婆在那一个劲摇头，哦 ，This is rude。我老乡在旁边操着方言，不是rude的，是俗的。嘿，rude的我都打包了。我本人也遭遇了一些文化冲击啊，在这场婚礼，因为我爸妈承担了我们婚礼的所有开支，而我公婆送出的结婚礼物呢，是一条珍珠项链，上面有且仅有1颗珍珠，叫项链都有点僭越了。当时我收到那个吊坠的时候啊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小陆，沉住气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
后头呢，我就收到了我老公哥嫂送出的结婚礼物2瓶香水。我查了一下，发现其中1瓶还是空气清新剂，真是送了些氛围感。啊，而我的哥嫂送出的结婚红包啊，是他们6个月的工资。哦，我老公知道之后，跟你们一样大为震撼。他说啊，天哪，他们怎么能送这么大的红包啊？我说啊，这个在中国法律是允许的。怎么，在澳洲违法吗？他说不是，我说人类怎么能攒下半年的工资啊？啊，我说哈 ，This is Chinese 功夫。确实是有文化差异的。对于婚礼啊，我家人提供物质支持，他家人提供情绪价值。婚礼那天，我在台上往下看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干饭啊，都觉得婚宴嘛，吃了上顿没下顿啊。只有我婆家那一桌人啊，睁着个大眼睛，就是坐的一群人啊，坐的跟那个小狐獴一样。看完了全程，完全没有动筷子，当然他们也不会用筷子。啊，这场是中式婚礼啊，准确的说是新中式婚礼，因为新郎没给彩礼。以后过年回我家，孩子也是跟我姓，就跟他也姓不了嘛，因为他的中文名都是我取的，也是跟我姓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啊，你这个就算入赘了。他说啥是入赘？我说就是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爸的儿子了。他说哦，那你就是你爸的儿媳。我说啊，倒也不能这么反客为主啊。但是啊，一般人不喜欢入赘的。他说为啥？我结婚不用花钱，还成你们家里人，我爱入赘。我要多多入赘。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爱入赘啊。我们北京婚礼是我包办的，云南婚礼是我父母包办的。他一个澳大利亚的白男，在2024年成了中国包办婚姻的受益者。他当然爱入赘了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真的是，我都好羡慕他呀。我也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嫁给我自己啊！我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活得那么无知无畏、无忧无虑啊！我记得婚礼那天，我爸把我的手牵着放到他手里，跟他说：“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。”他非常爽快地说：“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”我在心想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看着他那一脸的憨笑，你很确定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啥叫照顾啊！他理解的照顾就是一起苟活。照顾就是我跟他说我想吃水果，他说我也想。他的照顾就是我在厕所说没有纸了，他在外面说哦对，刚才我也发现了。这也是难怪啊，所有的婚礼都是爸爸把女儿交出去，因为但凡是反过来，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！要是我婆婆牵着她的手放到我手里跟我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她，我的脑子里会迅速飘出无数个具体照顾的画面。比如他大半夜喝多了回来，躺在地上哇哇乱吐，边吐边说我爱你，你不得不大半夜爬起来崩溃纠结，到底是先收拾呕吐物还是先终结这令人作呕的爱情。比如他马上就要出差了，飞机都快赶不上了，行李也没收好，24寸的行李箱放进去几件衣服就装不进去了，要爆炸了，还说他尽力了，你看不下去了，亲手一件件收纳完之后，发现所有的行李只占了行李箱一半的一半。他看完之后不以为耻，还笑着跟你说牛啊牛啊牛啊。对了，我的证件也找不到了。当这些恐怖的画面在我脑子里飘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吓到，甩开我婆婆的手说：“阿姨 ，No，this is rude。”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我是小鹿。哎，今天呢聊聊我妈。哎，我爱我妈。但是啊，我妈这个人，她的社交方式吧，她就是有点颠啊。我妈前2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：“洛，我给你发了个号码，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，他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，也在北京，你们来往一下。”妈耶！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，我都不认识，也没有血缘关系。这算什么亲戚？这个人放古代，我们家诛九族都捉不到他。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你说的这个亲戚啊，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。”我妈还在那坚持，哟，联系一下嘛，他也是云南人，他也在北京。我说那又怎样？
我只是一个普通云南人，我又不是云南驻京办。哎，我不喜欢给人打电话，我妈不能理解啊，因为我妈如果想给谁打电话，拿起电话直接就打。妈耶，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。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，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。我妈是钻进我的被窝，还揪着我的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。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活到现在为止，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。为他打 call。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，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。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？直奔主题，打过去，喂，王秀兰，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，你去帮我看一下，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。下午你去包2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，挂了啊。好帅呀！除了我妈，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？Got go， 挂。干脆利落，对吧？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，刚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。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，对方一句话都没说，但是把事儿都办了。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。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。我也有很多朋友啊，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？对吧？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，再点开对方的头像，再点开他的朋友圈，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，先点个赞，再回到对话框，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。哦，亲爱的，你去露营了，照片好漂亮呀！我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，下次叫我一起哦，我都想你了，西西。咱们尽快约饭哦。对了。任何聊天里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，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，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！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，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，哎呦，还是你激发了我呢。就以为这样啊，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。要是这个对了，真的这么好用，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，对吧？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：“哟，你这个情况挺好的。”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行了，没事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叫家属进来。我妈现在啊，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。看来你妈也是。哎，现在都刷魔怔了，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，我说啥她都不信。对，是吧？对。哎，我觉得真的，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。我说妈。我也在视频里啊，我妈说你那说笑话，笑话不算话。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？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，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，再把它转发给我妈，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，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。建议点赞、收藏、转发之后再看。哈佛大学研究发现，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、寿命减短、子女不孝。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，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。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中，再赌你的运气，吸走孩子的阳气，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。从今天起，不点赞、不收藏、不转发，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！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。哎，我妈很爱玩手机，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，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，滴哩铃，滴哩铃，哒哒哒哒哒。救命啊！哎，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。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，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，对吧？铃声一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老年人铃声一响，理直气壮，哇！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，它还带震动。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，所以一到大年30，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。去年过年，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。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，我打开我妈的手机，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。我真的翻，发现哎，这也会屏蔽呀？屏蔽这些群，你咋不都屏蔽呢？然后翻，发现哎，我妈没有屏蔽的群，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。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，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，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，没置顶我，还屏蔽了我爸。但这个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，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，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，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。但也没有关系嘛，笑话不算话嘛。对了，我爱我妈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今年来录节目之前呢，我一个朋友建议我让我去打个瘦脸针，说把我这个腮帮子打掉啊，上镜更好看。但我心想，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去了。反正也不靠脸，段子不好整，脸还不好整吗？不好整。我去到了那个搞脸的地方，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要打瘦脸针。说完之后，那个医生的反应啊，颠覆了我对一个医生严谨务实的认知。他当时看着我的脸，面露难色，说：“你这个脸，光打瘦脸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”人这辈子最怕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话，应该就是哎，普通人对着你，你会觉得你有病吧？但是医生对着你，你会觉得我有病吧？尤其是一个搞脸的医生对着你，那基本就是对你的颜值打咩了，对吧？他肯定不会对着刘亦菲的脸，他只会对着他的脸。接下来啊，那个医生就开始对着我的脸一顿指点，说：“你看，你的两颊本身就比较凹陷，打了瘦脸针，侧面就会更刮。你的颧骨，两颊必须做填充，填充完，山根也得垫，垫了。”山根，那你下巴就太短也。妈耶，我只是想打个瘦脸针啊！那天听完医生那一顿啧啧称丑，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，想说，要不老娘今天就干一票大的。我被这个冲动吓到了，我本来只想缩脸，现在却想换头。这医生他很会搞人心态呀！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，让你焦虑，让你交费，对吧？他不像人家正规3甲医院医生一样，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。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，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3甲医院医生那种务实的态度来对我。我走进去说：“医生，我觉得我腮帮子有点大。”医生说：“你看一下，这也不大呀，回去多休息。”少嚼点牛肉干就好了。我说啊，医生，那我鼻子也很扁，需要垫一下吧？医生说，我量一下，不影响呼吸吧？那没事，以后咋扁了再回来垫吧。我说啊，医生，真的不需要整一整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丑啊。医生说，丑什么丑啊？外面多少真的丑的人在那等着呢。你这点小丑来浪费我的时间？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上网上太多了，胡思乱想，实在不自信，给你开一个美颜滤镜吧。那天在医院啊，我真的是想了很多，我甚至想到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，我是不是有义务把腮留住？因为现在活跃在屏幕上的这些帅哥美女，都是那种一水的锥子脸，对吧？越来越单一的美，只有我们脱口秀演员还在坚持多元的丑。这份坚持很可贵啊。
因为如果人类都去疯狂的磨骨削腮的话，就这么进化下去，总有一天人类就进化的失去自己的腮帮子了，那样人类会变得很脆弱的，因为我们遇到困难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了。而且呀，其实丑才是脱口秀演员的安全牌。你想，如果我的人设是中国最丑女脱口秀演员，那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听到我塌房的八卦。说，哎呦，别看小鹿在台上丑成那个死样，私底下可是国色天香呀。也太安全了啊！但是这个丑陋赛道呢也不好走，一是太挤，现在你们脑子里人满为患。二是啊，现在观众很善良，总喜欢夸脱口秀演员长得好看，就跟那些粉丝喜欢夸爱豆有实力一样。有时候我上台也会听到有观众熬出一嗓子“姐姐好美”，哇，我真的是好局促。我心想，能有多美？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你们吃点好的吧。大家用好美来肯定好笑，非常善良，但是没必要啊。长相普通，段子好笑，他就不值得夸赞吗？对吧？我希望以后我上台，观众能如实的夸赞我，姐姐好普 ，professional 的普，又普又好笑，做喜剧的料。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真心实意的谦虚说，哎呦哪里，我只是幽默而已，你们才是真的普通。哎，咱们今天观众很好啊，很能接受冒犯。因为现在啊，说人普通都已经是骂人的词了。哎，普通怎么了？对吧？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吗？啊，我觉得舞台上应该更多出现普通人的脸，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去书写普通人的故事。要拍就应该去拍什么小美人鱼、普少女战士。然后大家刷短视频一点开那个电影解说都是注意看，这个女孩叫小普。很明显啊，我最后没有换我的头。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，就很稳定，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。我不想再努力了，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。而这些为美丽努力的人，居然被骂什么整容脸、假脸，我觉得太没有天理了。整容脸，那不就是天道酬勤吗？美那都是不劳而获呀，不劳而获有什么好夸赞的啊？我觉得在颜值这块，真正应该被夸赞的就是那些从平平无奇的脸上平地抠饼、灾后重建的人了。我觉得所有换了头的偶像明星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的粉丝，自己原来长得什么鬼样，这样你的粉丝才会知道他的 gay 有多努力呀。一旦有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的粉丝就很有底气的亮出哥哥以前的丑照，跟对方对峙说：“你知道我们哥哥多不容易吗？哥哥刚出生的时候多丑啊，他鼻梁多塌呀 ，AKA 伏地魔。哥哥的山根垫了整整8次才垫起来，练习生5年，哥哥在医院躺了4年半。”哥哥一直在微笑着面对，哥哥完美微笑背后是什么？是32颗烤瓷牙，烤瓷牙多疼啊！而我们的哥哥在疼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嘿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谢谢。嘿嘿，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今年节目播出后呢，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啊，我最近过得比较的煎熬，因为收到了很多的夸赞。哎，我这个人特别怕被别人夸，每次别人夸我，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我要反驳他，让他觉得他错了。啊，前段时间还有人夸我说啊，小洛你也太好笑了，你的结婚段子太炸了。我说哟，没有，我一点都不好笑啊，是新郎太可笑，你结你也炸呀。对方说，哎，那倒不用了，你今年还时尚了很多呢。我说，哎呦，时尚啥呀时尚，这不都装的吗？哎呦，私底下土的要死，我每天都在家唱 blue biu blue biu， 空隆康啷康啷康啷空隆康啷康啷康。我知道这个梗非常的羞耻，
但是也不会比我被夸更羞耻。我这种被人夸就觉得羞耻的心理，朋友告诉我叫做不配得感。哇，对于不配得感，我可太有配得感了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每次脱口秀表演，只要超过5句话没有梗，我就觉得自己不配站在台上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，这句才是第5句。只要超过7句话没有梗，我就觉得自己会死。所以每次上台，我都像是曹植在给曹丕讲脱口秀。我还很害怕过生日，就怕别人对着我小鹿生日快乐呀，生日快乐呀！哎呦妈耶！因为我觉得我也没做对什么呀，我不就是被生了吗？不值得这么祝福呀。所以每次我都很局促，局促的像被爆了什么黑料一样，恨不得一个劲在那说：“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很抱歉，占用了公共资源。”我的确是出生过啊，那你们就当我没有出生过好吗？不要再祝福了，也不要买鲜花和蛋糕啊，我花粉过敏啊，吃蛋糕会死。听到生日快乐歌我会聋掉的，不要再围观我了，再盯着我看，我就要给你们表演节目了啊！恐龙看了看了看了。我朋友说啊，我这种深深的不配得感，底层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。他说我得学会爱自己。我心想啊，爱自己，人不是应该多爱爱别人吗？我从小接受的爱的教育都是向外的，你爱家人，爱朋友，爱这个世界。我一直以为爱的流动就是你爱我呀，我爱你。哇，现在突然这个爱它转向了，出口要转内销了，你得爱自己了。哇，这种感觉特别像你在山洞里啊，苦练了几10年的9阴真经，一出山奥本海默了。我倒不是说爱自己不好啊，我只是觉得好难学呀，这相当于转专业了呀。所以我就问那个朋友说，爱自己怎么学呀？朋友说，你预算多少？给你找心理咨询师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自学，看了一些爱自己方面的书，小红书。以前我以为爱自己是给自己买花、买衣服买香水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爱自己就是重新养育自己，做自己的父母，给自己买野兽派、Lululemon、香奈儿，这是做自己的父母吗？这不是做资本的衣食父母吗？资本跟你说，你得花钱爱自己，治愈你的童年。你一看那个价格，我的童年是得了什么大病吗？真是的，现在就是爱自己已经成了财富的密码，总是捆绑着严重溢价的东西。你买的越不值得，越觉得自己值得。以前买东西，你问商家为什么这个更贵，商家说因为它值呀。现在你买东西问为什么这个更贵，商家说因为你值得。这叫爱自己。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消费了我自己，消费又等于爱，所以现在消费主义成了爱的教育。以后别人问我说：“你都没钱了还买呀？”我说：“再穷不能穷教育。”当然在学习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也买了很多东西。现在没有学会爱自己，先学会了断舍离和挂咸鱼。但我发现买东西既不代表我爱自己，也不会让我爱上自己。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个爱自己的榜样来学习。我找到了杨天真，他到处爱自己，爱得家喻户晓。我就开始看他的书，听他的播客，哇，真的有用。我爱上了杨天真。学歪了然后呢，我又找到一些形而上的爱自己的攻略来学习更难的，我想去练9阴真经。爱自己攻略1不要讨好别人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的工作就是讨好别人。我爱上自己那一天，就是我在台上光说话不加梗的那一天。到时候观众都会在下面蛐我说：“小鹿怎么回事？一个梗不说，光自我陶醉呀。”旁边观众说：“哟，听说是爱上自己了。”爱自己攻略2
接纳自己的真实情绪，这个也很难做到，因为我从小学习的啊，都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，什么胜不骄败不馁，宠辱不惊，哎，不要暴露野心，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我之前参加了一个脱口秀某大会，上去就被人淘汰了。当时每个人来问我什么感受，我都在那强撑着装豁达说：“哎呦，哈哈哈，比赛嘛，有输有赢，哈，谁都有可能被淘汰，所以也不觉得有多么的意外。”哈哈哈哈哈。但是其实当时啊，我内心最真实的情绪是，完全没想到啊，我被淘汰了第一轮啊，哎呀，好丢人呐！哎，还好被复活了，哎，又被淘汰了。攻略3啊，要学会跟自己相处，与自己对话。我就试着跟自己进行了一场对话啊，哎，我爱我吗？哎，问这个多见外呀！哎，爱我什么？爱我中华。又逃避我。我觉得我不是真正的爱我，我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就这次对话之后啊，我跟我自己就冷战到现在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梗，接下这个梗就比较现实了。我发现没有什么爱自己攻略能像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一样，实证成分5天看见99%黄金效果啊！就是现在爱自己靠自己已经不大可能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还是得花钱。哎，果然是财富密码，我就去看了心理咨询师。咨询师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愿意跟自己做朋友吗？”我想了想，我说：“不愿意。”哎，我要是遇到我这么一个人啊，他认真勤奋，段子写得又好又快，开放麦风雨无阻，虽然有讨好型人格、不配得感，还常年焦虑，但他一直在为难自己，成为更优秀版本的自己。这样的人让人压力好大呀！啊，就你积极啊，就你上进啊！我讨厌他，我不想跟他做朋友，但我想成为他。咨询师说：“哦，你这个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全能自恋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是吗？哎呦，我还不够全能吧？你认识杨天真吗？”好，谢谢大家。谢。哎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过去这一年呢，我一直都在忙一个项目，备孕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很复杂，人类的本能让你们想说耶，网络的情绪让你们想说咦，所以现在你们的心情起伏啊，就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，就是耶咦耶咦耶耶哎，你们最终的情绪就是还好，我周围一些朋友啊，一听说我要生孩子，就跟我要去犯罪了一样，他说欧莫，不要冲动啊。你迈出这一步 ，almost 没有回头路啊！这辈子就完了，值得吗？为了那么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我知道啊，这都是关心，但关心的有点太早了。怀孕哪那么容易呀？我备孕很久了，一直都没啥动静。后来就跟我的生育搭子托马斯去看医生啊，医生一听，哎，这个操作频率如此之低。就跟我们说啊，你们这个不叫备孕，叫随缘，肚子没动静很正常，因为人也没什么动静。哦呦，这句话真的是触碰了我的逆鳞了，我就开始发力了，不错过任何的风口。哎，大练钢铁直男，我全国巡演，一到排卵期就会宣托马斯前来侍寝。他千里迢迢来到我的城市，千里送种，礼轻情意重。连续几个月的劳动派遣，高铁、飞机票也花了不少钱了，这也算是重金求子了。但每次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千金散尽还不来。于是呢，我又回医院做了仔细的检查，哎，这回好了，哎，不孕不育治好了我的生育焦虑。我输卵管堵塞。有多堵呢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的2侧输卵管呀，堵得就像中国这2个脱口秀上升通道一样。
你想出人头地，但是左右为难，最后只能没这么绝望，没这么绝，我的情况没这么绝望啊啊！哎，就以前算不孕不育，现在还有的救啊！现在是可以做试管婴儿的。很多人可能对试管婴儿没什么概念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：首先合法，其次我生，你们别怕啊！试管培养的孩子啊，学名叫管培生。自从考虑做试管之后啊，现在我在看托马斯，他都不是一个人了，他就是一管人。我现在经常跟他说有劳了，管人。他说哪里哪里，举手之劳。还是您能者多劳呀。哎，懂的都懂。比起生育能力啊，我现在更担忧我的养育能力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当不好妈。我的担心呢，源自于我今年收养了一条小狗。养狗之前，我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啊，什么鼓励式教育、无条件养育，那不是张口就来。但是我养了小狗1周之后啊，我对着这个小狗胡言乱语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尿到我的床底下？你这个小狗是猪脑子吗？我不奢求你像别人家的小狗会取快递，会拉雪橇，会缉毒的，还有编制。我只要你定点尿尿，你都做不到。我养你，我还不如养条别的狗。我对你多好呀！我给你煮好肉，我自己拼谋饭，啊！我花钱给你洗澡，我的澡都是自己洗的，啊！你的良心是被自己吃了吗？托马斯打断了我说：“哎呀，他也不是故意乱尿的。”我说：“你闭嘴，你也尿不对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改，我可以改，但他只是个小狗嘛，他快乐就好。”我说他都不听话，他凭什么快乐？他可是一只东亚小狗啊！我说完呢，托马斯就抱着这只法国贵宾出去玩了。我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他们俩活蹦乱跳的背影，我就开始担忧了。以后要是真的开始育儿了，你说我的东亚模式和他爹的西澳大利亚模式，会不会发生一些教育对冲啊？对吧？我对孩子说“棒打出孝子”，他对孩子说“你是最棒的”。我说骄傲使人落后，他说落后也要骄傲。我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他说吃啥苦中苦，来吃王中王。这么东西教育一合璧，这孩子以后活得多么的矛盾啊，对吧？他对自己又爱又恨，他既松弛又紧绷，既稍息又立正，他含辛茹苦的吃香喝辣，凿壁偷懒，闻鸡就饿。头悬梁追短剧，我担心自己养不好孩子，但总有人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生了自然就会养了，怎么可能自然就会了？”哎，你想说脱口秀不会写段子，我可不敢跟你说没有关系，你上台了，梗自然就冒出来了。你上台了，你自然就是喜剧之王了，不可能啊！我去年那么自然的就不是了。哎，做父母怎么可能自然就会呢？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，那天早上我吃了我人生中第一盒龟苓膏，傍晚我月经就来了。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去，龟苓膏有毒。我赶紧去跟我爸妈说了我中毒的事情，我爸沉默不语，红着脸躲避。我妈递给我一包卫生巾就走了，没有给我任何解释。所以现在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棉花不好吃。拉嗓子，建议外敷不要内服啊。我母职焦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是中国第一代开始吐槽原生家庭的人啊，鄙人也是其中的中流砥柱。所以我养孩子就会有那种我一定要养得比我的父母更好的胜负欲，我要让我的父母看到我的教育成果之后，对我俯首称臣，说：“哎呦，甘拜下风啊！还是您会培养孩子呀！您看看我养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呀！”哎，
我一身要强，真的好怕当妈塌房，所以我就想，为什么做父母没有资格考试啊？啊，就像律师执业资格证一样，咱也去考母职资格证、父职资格证，爸爸考公，妈妈考母。更适合东亚宝宝的应试生育，对吧？有证书不一定能给孩子托举，但是能给我托底。这样以后我的孩子在诋毁原生家庭，我就不需要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对着孩子痛哭流涕说啊，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呀，哭得哟，那个行得不需要这样了，我会理直气壮地把我的证书敷到孩子的脸上，情绪稳定地跟他说：“宝贝，抱怨原生家庭是很正常的，怪别人是人类的本能。但爸爸妈妈这边呢，也是国家认证的职业爸爸妈妈哟。咱们这个原生家庭是符合国标的。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，建议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！我当你是家人才告诉你哦。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，用12亿公益生育补贴。”补贴奶粉钱给孩子爱的贴贴，爱还爱还爱还哟。孩子说：“妈，你说唱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。”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哎，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。哎呀，很开心啊！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，做脱口秀真好哈，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！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啊，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，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啊，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啊！老友的作用呢，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，衬托新演员。托举他人，献祭自己，老友记嘛。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，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啊，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啊，笑不死风。啊，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，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。你们听完之后，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，笑不死。当然。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，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。要是真不好笑的话，那就说明姜乃是你们的辣。脱口秀比赛好啊！我们每年来这里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啊，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，一顿厮杀，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。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，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，就是那种啊，你还上过节目啊的失败。哎，太残酷了啊！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啊。但人呢，又没办法不比，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比。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，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。你当时游完了，上岸了，以为完事儿了，一抬头发现，哎，人生是铁人3万项，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，一出生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啊！我第一次接触到看看别人家孩子这句话，当时我只有1秒大。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，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。我妈当时看着我说：“咦，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？”我爸说：“哎呦，是不是没生完？”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哈，我是家里的2胎，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啊。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，说这孩子聪明，就是调皮，夸我都是这孩子踏实。就是踏实，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，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，确实是这样。踏实这个词啊，从不单独出现啊。从小我就知道，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。
小时候上山砍柴，我哥非要不走路，他非要我奶奶背。我奶奶看着我，我说我不用背。我奶奶说小鹿真乖，比你哥懂事。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，我背着柴。我好开心啊！我赢了啊！我既懂事又有柴。哎，我奶背人，我背柴，我哥好惨，人财两空，笑不死。作为一个踏实孩子，我确实很肯干。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，我的嗓子失声了啊，说不出话了，跟今天的付航一样，被命运扼住了喉咙。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，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，在家闭麦了10天。那个感觉怎么说呢？无语了，大无语事件。我无语之后呢，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，她跟我说。你不要再拼了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哟，天哪！突然听到这句话，东亚小孩，我的天都塌了。哎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在我听来就是，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，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这是人说人的话吗？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？啊，没有在沙发上尿尿，你已经很棒了。你才已经很棒了，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。我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哎，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。我想呀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？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？也没有啊。我赶紧回复我妈，我说妈，我还可以更好的。我妈秒回我说也是。啊，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！你看你哥啊，书读的不多，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我说我看我哥啥，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，你带的，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。我妈说：“呀，这你跟你哥比啥？”哎，又不让比了。你发现啊，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。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，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。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，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。2个更好啊，3个最佳。我不是不想做人，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。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，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，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，比啥都好。哎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，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，对吧？比好了是带球过人，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。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！但是啊，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，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。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，啊！我现在突然意识到，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，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，一出生就被比，所以叫 baby。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？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。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，生而为人，就说明你天生爱比啊，爱比不是病，想赢不丢人。你不是好胜心重了，你就是 DNA 动了啊！咱们爱比就多比啊，都别装不比哈，最烦装不比的人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我今年确实是结婚了啊，然后呢，家里人呢不出意外就开始催生了啊，在我婚礼当天。我当时还站在外面迎宾啊，我奶奶过来拉着我的手，早点生。我说现在吗？办完吧。办完后呢，我奶奶又说，哎，这在娘家你俩住一起不吉利啊，你俩得分开睡。我说奶奶，你还记得孩子是怎么产生的吧？分开睡还早点生，那才是不吉利吧。
人群里还有人发那种什么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，哇，家人们谁懂啊？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没生孩子的女人都有生理缺陷呗，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发津贴发补助？啊，以后公交地铁上应该设置老弱病残孕不孕女乘客专座。以后黑灯开专场君不见啊，我开专场娘不生。我说我不演了，你自己演吧。现在职场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又完全相反。我闺蜜现在32岁，在找新的工作，每一家公司都在面试中给了她亲人般的关怀，关怀就是关心她怀孕的情况。问她有没有对象？跟对象感情怎么样？有经常在一起吗？这就是性别歧视啊，歧视了男性，因为他们肯定不会问男的这些问题。给这种关怀啊，一旦给了这种关怀，那男的一定欣喜若狂，稳了 ，HR 对我有意思。你感觉现在啊，职场对于招聘女性的要求，你要很有才能，但是不会怀孕，也就是怀才不孕。这不是皇后对安陵容的要求吗？好可怕呀！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以后这些公司会被办公室里点麝香，往女员工的冰美式里倒避子汤。真是30加女性的处境就是很割裂啊！父母总担心你不生孩子，公司总担心你要生孩子，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。哎，要不咱们以后面试把父母带上吧？啊，让你的 HR 大战你的 FM。HR 说：“哎呦，招不了啊，他来我们这儿会生孩子。”父母说：“哦，来你们这儿会生孩子。”哎，多新鲜呐！在家跟我说死都不生，来你们这儿就非要生，你们这是办公室还是生产队呀？啊，你这发的什么 offer？ 令人胎动的 offer？ 但是你说我们30加女性考虑生育，那也无可厚非嘛。因为医生专家都不断的说，如果女性要生育，最好在36岁以前。哇，这话在我听来就像是我的每一颗卵子上面都刻着一排小字 ，best use before。而且我们女性生育还是有个 deadline 的，我又不像男人一样至死都是有生育力的少年，我绝经了我就绝后了，我就没有卵用了。还是会焦虑的啊！前段时间我还带着我的生育搭子去了趟医院，检查完之后啊，医生跟我说，他说你要孩子你就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啊，不要熬夜，不要吃外卖，不要抑郁，不要焦虑啊，不要压力过大。听完我就压力过大，当晚就失眠了啊，就想熬夜、抽烟、喝酒、吃外卖。而我的搭子哦，他只需要不抽烟，而他本来就不抽烟，所以他只需要做自己就能做爸爸。哇，我真的好嫉妒他！我现在甚至希望他染上烟瘾再戒掉。哎，我突然感觉妈妈爸爸这个组合好像凤凰传奇呀。女方竭尽全力，男方毫不费力，双方平分传奇。啊，男方仅有的存在感就是女方说要不要孩子呀？他说要。然后女方生了孩子之后，男的说哦耶哦耶。妈妈爸爸这种职称难道不应该按劳分配吗？对吧？妈妈把孩子生下来，那男的首先是哥哥。表现良好了，封为叔叔；犯了大错，贬为弟弟。以后改过自新，努力奋斗，功高盖我了，可以把他扶正为爸爸。以后这男的要震慑孩子，都会对着孩子大喊说：“放肆！为父可是你妈妈亲封的爸爸。”现在确实啊，嫉妒已经使我有些丧失理智了啊！我现在有时候会甚至看着我的搭子，心想：明明我俩之间他是那个更适合生孩子的呀。啊，他比我健康，比我健壮，而且我们女性生育会出现的什么脱发、痔疮、大肚子，那都是男人中年本来就要得的。
如顺便怀个孕，这样都没有人嘲笑你了，都会来宽慰你说，哎，做父亲的哪有不得妇科病的？对于孩子，我现在真的是既怕生又怕养啊！我很怕我有了孩子，我的孩子就有了软肋，因为他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以后这个孩子在外面，别的小朋友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击碎他。你妈好尬呀！而我如果真的当了妈，万一啊没有平衡好孩子和段子，那我确实就会变尬。到时候我可能会去道德绑架我的孩子，说，妈妈生你之前不知道有多好笑，要不是生了你，妈妈早让人笑死了。怪你个不孝子！我都不敢想象以后我的孩子写作文会怎么写我啊！我的妈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她每天晚上都不在家，她要么在剧场，要么在酒吧，整晚跟人嘻嘻哈哈。夜深人静了，她才回到家。昏暗的台灯下，妈妈佝偻着背，那是她看自己的段子笑弯了腰。妈妈陪伴观众的时间比陪我的时间还长，我难过，但也理解，毕竟观众是妈妈的衣食父母，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。我问妈妈，为什么这么忙还要生我呀？妈妈说，傻孩子，当然是因为再不生我就没有卵用了呀。我问妈妈，非得用吗？妈妈说，当然不是呀，我用只是因为我想遇见你呀。你看你王阿姨、张阿姨他们都没有用，我们都过着自己喜欢的人生呀。好了，妈妈要去演出了，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的老公，也就是你的弟弟。妈妈的老公叫弟弟，我妈妈太幽默了，不愧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第1季的冠军啊！外公外婆们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刚才这些话都是孩子说的啊，大家如果听了的话，就往心里去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今年第1次站上这个舞台呢，我讲了我的婚礼，吐槽了我的婚礼搭子托马斯。之后呢，很多人就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会跟这么废的人结婚？今天我来揭晓答案啊。其实2个人在一起啊，他不一定得是佳人才子啊，也可以是卧龙凤雏呀。今天说一个故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些年啊，我们卧龙凤雏一起划过的铁炉，干过的尬啊。当时呢，我还在做律师啊，他也还在北大上学啊，一个典型的恋综配置。哎，马上就翻车。啊，我发现老外学中文几年，中文人格就是几岁。当时他中文人格5岁，我俩的相处模式就很母慈子孝。有一天我一回家，他就跟我告状说：“小鹿，有人算计了我。”这个算计啊，一听很吓人啊。这就是老外学中文的特点，他们学的词儿都很大，很书面啊。比如说我俩去吃麻辣烫，他会看着一大盆杨国福麻辣烫，感叹句：“哇！”真是一顿饕餮盛宴。我跟他说你少吃点，他会说麻烦您通融一下吧。所以我当时就问他，我说谁算计你了呢？啊，今天怎么不开心？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说啊，我今天去了一个打印店，老板很热情，我们谈笑风生。我觉得老板很好，我没问价格就答应了。他说这点纸要90块。当时一看这么薄的一点纸啊，我说就这，90啊，哎，你是打印了10张9块钱吗？他说你在冷嘲热讽吗？我说对呀，你不问就打，现在钱都付了，告诉我有什么用？怎么我是还能去帮你把钱要回来呀？他说可以吗？你不是律师吗？我说啊。
也行吧。那这样明天我们去要钱吧。他说啊，我也要去吗？你可以自己去吗？我需要去北大上学呀。我说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明天你去 PK University， 我去 PK 打印店老板。那老板怎么会知道我讨回的是哪个老外的公道呢？最后他勉强同意陪我去讨回他的公道。然后第二天一早啊，我俩骑着电动车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啊。骑到那个打印店门口，我跟他说了一句：“你站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进去取个证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录音功能，进去大声的询问了价格，彩印3块，黑白2块。为了夯实证据，我还在电脑上登录了我的微信，还插上了 U 盘，煞有介事打印了2张，花了5块钱。最后啊，付账的时候大声询问老板：“是这个价格对吧？”老板说：“是啊。”然后我就把托马斯叫进来了。托马斯进来的瞬间，老板的脸色紧张了起来，明显是认出来了，毕竟他一天也不可能骗好几个老外。我就问老板，我说：“那你昨天收了他90块钱？”老板说：“啊，是吗？那我再算一下。”特别心虚的过去翻那叠纸，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，算了3遍之后说：“啊，外面的壳子15块，打印60啊，一共是75块钱。”我当时一听，妈耶，差价这么小吗？那不行，来都来了啊，还是得继续啊。我说：“那你收他90。”老板说：“那我算错了呀。”我当时一听，也有道理呀。但是不行，我得坚持。这是算错的事情吗？啊，你明显看别人啊，人生地不熟的欺负别人、骗别人呗。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“骗”这个字，狗仗人势冲了过来，对着打印店的老板：“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骗了我吗？我们昨天谈小风扇不是吗？我以为你是好人，我以为你是人中龙凤。”一瞬间，维权的气势完全垮掉。打印店的老板呢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托马斯是个智障，气焰更嚣张，说：“喊什么？我不就算错了，把钱还给你不就完了？”然后啪就拍了15块钱在那个桌上。我当时看着那15块，心想：妈耶，我气势恢宏的维权就到此结束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升华一下。我说：“这是钱的事情吗？啊，刚才跟你所有对话我都录音了啊，就需要些举报你，一举报一个准啊！我可是做律师的。”老板这时候呢也怂了，但他还是强撑着说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我都算错了。”我说我懒得跟你掰扯这几块钱的事情啊，自己坑蒙拐骗，我真正为你这个行为感到羞耻。说完，赶紧拉着托马斯走掉。在他下一次发言之前啊，你们现在肯定心里还在想尬点在哪里是吧？还没到。我俩走出了那个打印店，我整个人就很沮丧。我心想：妈耶，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，干回来15块钱。啊，好丢人呐！啊，但是我这个气儿没处撒，我只能委屈的跟他骑着电动车回家。我们俩骑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哎，托马斯2只手都紧紧的抓着车把。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你打印的那些签证材料呢？在你哪一只手里？”托马斯啊，还在打印店里。我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那我们。”我说：“没有我们。”只有你自己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托马斯啊，你不回去吗？可是我的中文不好呀，我跟他们吵架，他们会瞧不起我，还不给我。我又只能硬着头皮陪他回去。但我一进那个店啊，我就跟他假装若无其事说：“啊，刚才那个东西没有拿。”老板态度特别恶劣，说：“这没那东西。”我一看东西没了。托马斯急了，稍微体现出了一点担当啊！他冲进来，去那个垃圾桶里开始刨。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就飞过来跟我说：“哎呦，找什么找人？什么东西拿东西？我们这没有那东西啊！”那个东西对我们特别重要，你如果没拿，你把监控给我调出来，我看一下。打印店老板儿子跟我说：“不调。”我说：“哎呦，不调是吧？行，那我现在就报警。”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瞬间，我的脑子想了一下，阿姨，我们电动车是有后备箱的呀。
当时我背上的汗就下来了，但我还是强撑着扭头跟托马斯说了一句：“先别跑了，去看一眼后备箱。”托马斯从那个角落，出去了，剩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店里，举着那个手机，跟人家一家3口八目相视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0秒。10秒钟之后，托马斯回来了，手里拿着那叠材料，还说了一句：“哈哈，在。”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几乎是像一个啄木鸟一样飞过来，开始啄我，说：“你看吧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上面那就是我们的东西啊，觉得我们看不惯别人，你们才看不惯别人。”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“骗”这个字，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，对着人家一家3口岂有此理！我们回来，因为你们是大骗子一家，不是吗？你们骗了我呀！哼，你们骗的人罄竹难书。Enough， 毫无帮助。我当时腿也开始抖了，但我强撑着自己最后一丝尊严，跟人家一家3口说：“一码归一码啊。我们刚才确实记忆出现了一些偏差啊，但是也不能因为我们的师傅就演给你们好自为之吧。”当时托马斯走出那家店，我转身开始对着他破口大骂。我这回知道我的火该往哪撒了。我说 ：“You stupid! How can you forget you're stupid? 签证材料 is in your 电动车后备箱。This is the most 尴尬 day in my life。哎，滚！我就一路狂奔回家，我也不上电动车，然后他就骑着那个电动车委屈的跟着我滋。我想妈呀，赶紧，我要回家逃避这场尴尬。一路狂奔，终于走到我家门口，准备开门的时候，发现哦，我的钥匙连着我的 U 盘还插在打印店的电脑上。那一瞬间，我连站都站不稳了。我扶着我家的门把，跟托马斯说：“咱们换个房子吧。”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但是你可以。中国有句老话，洋相还得洋人出。最后托马斯回去了，把钥匙拿回来了，他就去北大上学了。我独自在家消化这场尴尬，坐立难安，在家里待着15块调监控不行，我不能活人不能被尬死，我得把我的尴尬发散出去。我开始发信息跟我的朋友吐槽这件事，说哇，好丢人呐！去维权，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，干回来15块，取证还花了5块，10块钱买走了我的尊严还丢三落四，回去2次。一败涂地啊！小丑竟是我自己啊！掩面哭泣，跟一个朋友发完，哎呀，好尴尬，多选。逐条转发给另一个朋友。整整1天的时间，我疯狂地把我的尴尬发散到全国各地之后，哇，到了晚上10点，我终于平静下来了，终于可以安心地工作一会儿了。这时候我打开我的电脑。准备工作，要登录微信的时候，发现哦，我的微信还挂在打印店的电脑上。也就是说，那一整天，那一家人目睹了我的整场表演。一家人围坐在电脑面前，看我直播。还评论我，他都是这么尴尬呀！哎呦，还真是律师呀！哎呦，难怪脸都绿了。哎
呦，这对卧龙凤雏啊，尬到在家里掐人中了吧？掐成人中龙凤了，尬得罄竹难书。哎呦，真是一场饕餮盛宴呀！